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成蕾古装新剧，让你重新定义爱情剧的看点；莫离未播先火，古装爱情剧婉转权谋，复仇新花样。白鹿饰演的叶离卧薪尝胆8年，与阴郁王爷莫修瑶先婚后爱，权谋暗算与爱恨纠缠引爆期待。服化道极致考究，剧情反转拉满张力，观众直呼过瘾绝子。这波大场面加话题女主能否打破审美疲劳？静待开播见真章。你能想象吗？才刚过年没几天，朋友圈被一部还没上线的剧给刷了屏。莫离，据说这剧的杀伤力堪比东北大姨在广场舞上的怒放，腾讯直接把霸屏2字刻在了额头。莫离还没开播，热度已经把同期压箱宝贝都甩出3条街。上公主木须辞，表妹万福统统变成了陪跑小伙伴，网友嗨到说白鹿这回要赢麻了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这剧到底凭啥能炸圈？一部古装爱情剧，剧情都还扑朔迷离，主演服化道，场景全都看似处处标点，但最后到底是封神还是翻车？现在真是谁也不敢拍胸脯打包票。今天咱们不妨捋一捋这剧的前世今生，谁才是真正能笑到最后的赢家？你且听我慢慢讲。要说国产古装剧，这2年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市场热钱一波接一波，粉丝争议也是一波接一波。可偏偏到了今年莫离一上线，所有人都像800里开外看到福宝一样，举着手机喊的有点意思。你看这剧情，叶家长女步步为营，和青梅竹马的离王说不清道不明，转头嫁进一户人家，丈夫还自带残疾加阴郁双 buff， 2人对着你来我往的权谋暗算，爱恨纠缠的连趵突泉都冒泡。国产剧惯常的先婚后爱套路，这回也被玩出了新花样，新婚夜就各怀鬼胎，别看外表温顺，心里头盘算着一堆大仇要报。难怪网友说这不搞点新鲜的吗？可你以为就此结束？不，戏曲王爷在边上搅局，朝堂暗流涌动，服化道又细致到衣袖都能拍出东北雪景的感觉。来，这剧的瓜你绝对不能放过，料都在这一锅炖着，等你自己品。再说说角色设置，女主叶离不仅是千金小姐，还是骊山后人，隐藏身份，卧薪尝胆8年，简直是武侠小说里血海深仇的标配。她精通奇门遁甲，素衣蓝带的造型清新又刚烈，看似人畜无害，实则步步杀机，让人信服。这不是女版诸葛亮吗？东北网友都要喊服了。男主定王莫修瑶更惨，6岁毒发残疾，外貌毁容，成天摆着一副老子全世界最难受的脸。但人家不是光会装惨，10年蛰伏只为翻盘，真是一招提剑，天下变色。观众都说这种外冷内热的角色不容易演，程磊压力山大。剧中女主一边报仇一边谈情，男主一边装惨一边暗埋雷，这种明线爱情暗线权谋的套路，和小时候家长偷偷给你藏压岁钱一样，永远捉摸不透。但这剧不是光靠主角撑场子，离王戏曲王爷人设直接把朝堂阴谋写成了宫斗连续剧，全员带着把刀，不死不休，剧情节奏咔咔好，网民直呼过瘾，绝子。咱可不能光看热闹。莫离这剧再轰油门的也碰上了古装剧老大难审美疲劳。这年头，你让观众再看权谋加复仇加宫斗，就是给手机加个大喇叭，啥也新鲜不了。有网友就开始挑刺女主卧底复仇，看多了不都千里走单骑吗？男主装残疾，骗婚骗权，屡见不鲜。有人说片方在服化道上下血本，给男女主换了几百套造型，场景一复刻皇城，但再精致的外壳也怕剧情拉胯。
你想啊，国产古装剧拍来拍去，不都是美貌加权谋加复仇加谈恋爱？一不小心就成了披着貂皮谈恋爱的俗套。观众说我已经不相信了，更别提演员表现也面临高压，观众要求越来越高，外形要飒，演技要爆，情绪要拨动人心，就是不能再端着高级脸不代表高级剧，剧情不带劲就怕观众转头去看看猫猫狗狗了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近2年古装剧市场绑架主演当流量，早就让观众麻木了。白鹿也不是第一次出演女强人角色，大家看得太多，免疫力强。早年的《延禧攻略》《知否》和去年的《长相思》，哪个不是服化道精美，主演演技在线，结果剧情张力不够，还不是雷声大雨点小。莫离能不能翻过老路，增加新鲜感，已经有不少观众在网上喊观望再看看。古装爱情剧靠啥翻盘？怕就怕从头看到尾，最后还是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大家一起谈恋爱，权谋工具人退场那一套。要是这样，观众真的问候策划组全家了。可是事情发展到这里，突然来了个大反转。莫离不仅仅是权谋加复仇加爱情，他还在服化道上直接颠覆传统服饰华丽程度，直接赶超《长安12时辰》，场景复刻精致到汗毛都能竖清。夜里的鎏金发冠莫修瑶的玄色蟒袍，以及象山影视基地那大片一的皇城，都让电视剧的整体美学高到让人服气。还有造型团队专业加盟，让剧集全程保持视觉在线，强迫症都能看舒服。这种细致的视觉冲击，配合角色的反差设定，一个冰冷刚烈、暗藏锋芒的女主，一个外表废柴内心炸裂的男主，两人大戏一路拉满，情感张力足够令人头皮发麻。再看剧情，叶离和莫修瑶先婚后爱，一步步从互相试探到联手报仇，推翻权势，这比过去那些你追我跑的小情小爱，分分钟给观众灌一口启蒙剂。权谋线索又不是单线程发展，离王那边搅局，辅佐小皇帝上位，匡扶新帝，粉碎阴谋，剧情节奏之紧张，像东北饭店早高峰，谁不赶紧抢座谁就落单。剧本在原著基础上升华，角色心理变化非常细腻，不像以前的古装剧只会哭哭闹闹，而是给每个人都加了一个复杂的成长曲线。服化道、场景、剧情、情感这些全都拉到满格，观众已经开始狂刷路透花絮，预期拉满，纷纷在评论区盖楼不火，对不起我流量狗的身份。腾讯这波选题据说就是冲着全平台爆款去的，但天花板再高也难逃现实的吊灯。古装剧能不能好看又耐看，始终被剧本撑着。现如今单靠服饰场景已经忽悠不了了，观众学精了，追剧也要看硬货剧情，不能只谈恋爱，必须有真正的权谋与成长，角色塑造不光得有反差，还要有逻辑，有温度。像叶离这样的女主，观众要求她成长曲线要真实，看多了八面玲珑的女强人，现在的人只认多面性加脆弱感，要让人感同身受的让角色既能打又能哭，既能反抗世界又能善待自己。男主莫修瑶也不能做工具人，装残疾装到底，变身王者也得有理由，不能拍脑门儿突然就性格大转弯。观众但凡觉得剧本玩套路，分分钟就给差评写成小作文，真不给面子。而现实问题更尖锐，古装剧管理日趋严格，刀光剑影都得加限制，连宫斗都变得小心翼翼。你想拍大场面，拍复仇权谋，还得给过审打个折扣。这年头不是所有爆款都能如愿上线，莫离能不能从路透花絮一路杀到口碑爆棚，市场检验比啥都重要。要不最后场场精装，剧情空转，观众就给你一句炒作归炒作，真不买账。此时演员和编剧的压力也到了新高，
大家都在问新瓶装旧酒，这酒味能不能喝？腾讯这波拼服饰、拼场景、拼主演，能不能真正杀出重围，而不是泡在流量池里捞一把，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一地鸡毛。说到这儿，其实咱观众也不是铁板一块，你瞅瞅这些年国产剧一直在原地打转，服化道越来越费钱，演员越来越流量，剧情越来越套路，观众越来越疲劳。腾讯这波莫离玩点新鲜的，也算是给观众刷了下眼球。但要是真把观众当成只认大场面的数据机器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你要是只靠白鹿带热度，服化道拼豪华，权谋复仇加爱情这一套，最后拍出来还是老四样，谁还买账？观众现在不是一盏灯泡就能点亮的，得有料，得有新意的能砸进心里头。每一部剧都说即将封神，结果呢，还不是差评如潮？不如就让大家都等等，别光喊爆，咱们真等它上线，再用弹幕和评论把鸡蛋砸出来，看看是真香还是猛一口火锅下肚一地蘑菇而已。假装夸一句腾讯这波够拼，服化道确实牛，但剧情要是拉胯，咱东北老铁也得笑出声整两口吧，也就那意思。双引号。各位网友，你说如今的古装剧是不是穿得越来越美，剧情却越来越寡淡？莫离这波大场面加话题女主，到底能不能扛得住观众的审美饥荒？你更看重华服精致、场景宏大，还是剧情扎实、角色立体？还是说咱们都等着最后一锤定音，美貌当道但内容缺斤少两，只能给自己来句炒作归炒作，真香归真香？到底谁能赢麻？这剧你买账了吗？欢迎各路老铁评论区开战，谁有一锤定音的狠话，尽管放马过来。